张老师，目前是中山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副研究员，2023年博士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随后在中山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于2025年任中山大学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空间智能、人机交互、无人机视觉定位与导航。近5年在IEEE TPAMI、IEEE CVPR、ECCV 和 ASM、UBCOM 等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1项和多项企业横向项目，担任 IEEE CVPR、IEEE ICCV、ECCV 和 ACM、MM 等顶级会议审稿人。呃，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张老师由张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晚上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物理鲜艳引导的可穿戴传感器人体行为识别方法我们欢迎这个张老师。好的，感谢甘老师的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烨。刚甘老师已经提到，我今晚的汇报的题目是物理鲜艳引导的可穿戴传感器人体行为识别方法。那么本次汇报呢，主要是从传感器机理与人体运动规律出发，分别在模型设计与数据生成两个层面引入物理鲜艳，来提升可解释性、无刚性和这个泛化能力。那么本次汇报呢，这个主要是分为4个部分，一研究意义与动机，二物理鲜艳驱动的模型设计，三物理鲜艳驱动的数据生成，四总结。那么首先是课题意义与动机，那么基于可穿戴传感器的人体行为识别这个任务，主要是利用身体人体佩戴的一些这个穿戴穿戴设备记录的传感器信号。然后，那么基于这些传感器信号呢，进行一些模式识别，完成这个我们的人体行为的一些分析识别。那么这个任务呢，在医疗健康、虚拟交互、人机协作和应用监测等方面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那么与一般的这种视觉的人体行为识别方法相比呢，那么可穿戴传感器呢，它具备一些隐私友好场景泛化端侧可用、比较轻量的这样的一些优势。那么当然了，可穿戴传感器人体行为这个任务本身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比如说它的这个数据是很难获取的，而且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这种信号数据也比较抽象，很难标注。那么我们当前的人体行为识别方法呀，就是可穿戴人体行为识别方法，它主要是将信号简单的视为普通的这种多通道的时序数据，缺乏对传感器机理的一些建构。此外呢，其实也忽略了人体运动变化的一些规律。由于呢，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还很难获取到大规模的数据，所以说呢，我们也难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序基础模型。以及呢，我们平时我们的这些可穿戴人体行为识别的这样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在一些端侧设备上进行推理，导致呢我们当前的方法的鲁棒性和泛化性就有限。因此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在这个模型设计和这个就是数据生成方面呢，我们引入传感器的一些机理的牵引和人体的运动牵引，来弥补数据不足导致的这个泛化性和鲁棒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基理上分析呢，我们本次的这个报告的主线呢，首先我们是去可能会去分析一些这个就是穿戴传感器信号的一些本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从这个模型设计，这个我们将这个传感器的机理呢，融入到一个模型设计中去，并且把这个人体运动规律融入到数据生成中去，最终呢实现提升可解释性、鲁棒性和跨场景泛化能力的这样一个最终目标。那么接下来是第二个部分，物理线验驱动的模型设计。那么这个工作呢，其实对应着我们今年刚刚录用于这个 TPAMI 2026的一个工作，Triple Spectral Fusion for Sensor-Based 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
我们都知道啊，就是那这个模型呢，其实主要是包含3个模块儿。那么首先是这个 MU 的融合模块儿。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 MU 中，它有这个重力计、有陀螺仪、加速度计等传感器。那么其中呢，我们的这个重力计和陀螺仪主要是用来提供人体的这种姿态信息的。然后我们的这个线性加速度计呢，主要是用来提供人体的这种动态信息。那我们在我们的像无人机的一些这个就是姿态的估计任务中，我们一般是把这个重力计和陀螺仪耦合在一起，那么设计一些这个互补滤波器来进行一个抗造。那么我们把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重力计啊，一般是用来这个估计我们的这种静态的这种姿态信息，它比较容易受到这个高频噪声影响。而我们的陀螺仪呢，其实刻画的是一些讲速度这种信息，它其实比较容易这个受低频噪声影响。那因此呢，我们一般是把这个重力计这个送入到一个低通滤波器，我们的陀螺仪呢送到一个高通滤波器，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高低通滤波器呢又形成了一个全通滤波器，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互补滤波。但是我们互补滤波的这个滤波器的节制频率，在传统方法中一直是需要一个手动设置的一个超参。我们有没有可能让这个网络自动的学习这个节制频率呢？那我们就从这个，我们首先就从这个就是呃互补滤波的这个频率的公式出发，把它这个就是推导为我们的一个时域公式。那么从这个时域公式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啊，就是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我们历史的这个时序信息对当前姿态的贡献是越来越低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这种T 的这样的一个指数，我们越靠近越靠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传感器的信息呢，它的这种加权的系数是越少。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域的这个公式的介词边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第二个现象呢，是我们重力计和陀螺仪的这个权重，它的加和是一。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时域公式的右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这个就是重力系这边的这个系数1减阿尔法，而这个陀螺仪的这个系数是阿尔法，它们加起来是一个这个正好是一。那么基于这两个现象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这个设计我们的这个 MU 融合模块了。那么既然历史时序信息对这个当前姿态的贡献越来越低，那我们干脆就使用一个因果剪辑进行一个时序的截断。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特别靠前的这些贡献度很低的这些时序数据，我们就直接截断不要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这个现象启发我们什么呢？既然重力计和陀螺仪的这种权重加法为一，那我们就可以引用一个注意力机制来进行一个传感器加权。那么，此外呢，我们还考虑把这个人体姿态的这个传感器和这种运动的传感器，它这种分开建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 MU 的融合模块。然后通过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因果卷积和我们的这个注意机制呢，我们就可以从实力的这个角度，然后实现我们互补滤波频率的一个截止频率的自动的学习。呃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模块呢是这个模态的节点融合模块。我们刚刚呢通过一个 MU 的融合模块，已经把这个就是传感器分成2类，一类是这个就是姿态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一类呢就是一个这种运动的节点。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考虑，那么这些节点分布在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的这些节点呢，它其实是既有关联，它又有差异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整体的运动，它其实就是能够反映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运动的状态的，这些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不同的这个身体位置，比如说胸部啊、手腕啊、腰部啊、角落，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呃，我们在这个就是关联这些节点的时候呢，其实既需要考虑它的这种呃，就是这个关联的这种本质的信息，又需要去考虑就是反映各身体位置个性化的姿态和运动的这种差异的这种信息。那我们如何提取这个就是整体的这个同质的这个信息和这个异质的信息呢？那我们就首先将这个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节点特征变换到图谱域。
那么我们使用一个低频滤波，我们就可以提取一个这个就是整体的这样一个同质关联。我们利用一个高频滤波就可以实现一个差异的捕捉。对，但是我们又如何就是设计这个滤波器，让它能够就是自适应的适应我们的输入数据呢？那就回到我们右边的这个最上面的这个根式，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个，我们首先可以设计一个这个低通滤波器和一高通滤波器，然后我们再借助这个注意机制，然后进行一个加权，那么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适应滤波的过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低通滤波器和这个高通滤波器该如何设计？我们可以想到，就是我们最经典的这个 GCN，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图谱率的低通滤波器，而这个高通滤波器呢，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个全通的滤波和这个 GCN 的这样的一个低通滤波进行一个简单的消减，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高通滤波。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高效的一个高低通滤波器的设计。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两个滤波器的这个公式，我们带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样的这个注意力加权的这样公式呢，我们就得到了下边的这样的一个加权的形式。嗯，您将这个公式带入了化简之后，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就转化为了这个其实学习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边权重的一个符号和一个边权重的一个这个一个数值。啊，然后那么尤其是呢，我们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边权重的这个矩阵中，我们的正号呢，其实对应的我们的一个同质信息占主导的情况，我们的负号呢对应的是一个抑制信息占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就把整个的这个就是抑制和同质信息的抑制和同质节点信息的融合问题呢，转化成了一个就是边权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问题。那么以往我们的边权重事实上都是正的，那我们只要简单的加上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激活函数去掉之后，让它自主的去学习这样的一个这个正负号，那么就可以实现的抑制和统治信息的一个自主的样子。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种模态节点模块的设计。我们首先使用不同身处位置的姿态和动态节点运动节点来建立动态图，并且进行一个出题的变换。那么再逐渐提供个高通滤波器进行同质的预制信息的提取，最后使用注意力加权这个对这两个滤波器进行一个加权，从而将问题转化成一个动态这个节点边点上的全程和符号的学习问题。那么通过符号的自学习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同质和预制信息的一个自身的融合。那我们第三个模块呢，是一个食品选择和这个食品选择和融合模块。那这个模块的动机呢，其实是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运动它其实是远远的低于我们的传感器的采样率的。其实我们一般的这种人体的这个行为的这个频率，一般是在0.1赫兹到赫兹。那我们的这安卓传感器呢，其实一般都是100到1000赫兹。那么其实根据我们的奈克斯特采样定律呢，我们其实完全不需要就是用这么高的一个频率去采样的人体行为。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采样的数据中是在时序上是存在很多的这种误的。但是我们想去把这个人体的这种行为的这个频率去给它提取出来也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人体行为的频率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设计一个带动滤波器，能够自适应的提取人体行为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频率成分，并且实现一个自适应的降采样呢？那我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小波变换。那么我们这个小波变换呢，其实可以自适应的将这个信号进行高低频分解，并且将这个信号的长度减半。那我们进行一个多次的分解呢，就能实现一个信号长度的显著的一个缩短。但是如何进行一个频率选择呢？啊，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频率选择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离散不可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其实就在这里引入了一个 download softmax 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在每次进行一个这个就是小波分解的时候，我们自适应的从高频和低频的这个频率里面，视频的这个成分里面去选择一个主要的频率。那么就是呃经过多次的这样一个分解，其实我们也就可以自适应的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人体的这个行为频率给自适应的给它选择出来，并且呢，通过一个多层级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分解，我们可以把这个信号的长度显著的缩短。那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模块设计过程，我们输入一个时序数据，或者是时序数据的这种时序特征，我们首先经过一个这种小波分解层，然后进行一个就实现了一个这个高低频的分解和这个就是二倍的降采样，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从这个就是高低频中就是这个使用这个单 a softmax 机制呢，自适应的选择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视频成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主要的这个视频成分呢送入到一个时序的关联的这些模块也好，这个网络层也好，这些模块可以是卷积，可以是私域机制，对，也可以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之前的这种节点的模块，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介绍完了这个就是我们就是TSF 的三个模块。我们这里做一个总结啊，我们的三重平面融合，首先第一层的这个平面融合，我们主要是想去除通过一个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互补波的机制，去除 MU 内部的这个噪声，那么得到了这个比较干净的这个姿态和运动节点之后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使用一个图谱域的这样的一个滤波，然后实现一个节点的这个就是关联和差异的信息的一个纯质信息和已知信息的一个资讯的提取。对，然后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第三重文则呢，我们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个 MU 的这种传感器，它的这种时序上的这个能力非常严重。那我们希望通过一个视频选择后，这个可以大幅的压缩冗余的这种上下文，从而更高效的实现一个这种时序关联。那我们得到了这三个这个模块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把它组装成一个完整的模型呢？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指导原则也比较简单。首先，我们输入数据呢，肯定是要先送到这个 MU 的融合模块里面去造，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每次时序和节点融合前呢，我们先进行一个自适应的视频选择。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无论是节点关联还是这个时序关联也好，人算量会很高啊。然后我们希望每次在多次的叠加这些关联模块之前呢，在每一次的这种关联之前，我们都设置一个这个就是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选择来进行一个降采样。把一个信息给它去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主要的这种信息送到这些模块里进行一些关联我们既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效率的提升，也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种呃这个行为识别的一个准确度。好，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整体的介绍完了我们的所有的模块以及整个模型的整体设计。那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了这么多，我们的实验效果怎么样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10个这个可穿戴设备，这里面包含5个这个就是呃多个设备组成的这种可穿戴数据集，以及单个手机，然后这个记录的这样的一些数据集，一共组成了这10个这种人体识别的数据集。那我们在这个10个数据集上呢，几乎均保持了一个最佳的性能，与我们的这种就是韦斯案DCOM LSTM 这个模型相比呢，我们是平均提升了这个4.84%和这个3.37%，这两个指标分别是 F1分数和 WF1分数。对，然后以及呢，我们和前序我们自己的行为动作，也就是之前我们发表在 A 会上，A 会就是 ASMUDCOM 这么一个工作相比呢，然后我们是提升了1.45%和这个1.31%。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消融实验的结果我们分模块进行一个消融实验。我们首先呢把这个 M1 的融合模块删掉之后呢，因为整体它这个精度是下降了2.34%和1.67%。那么其实接下来有个问题是，我们这里设计了可学习的这个 M1 融合模块，那如果说我们直接使用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混比一波
它的效果又如何呢？其实我们也在相同实验做了一个对比。我们把这个就是传统的卡尔文滤波和霍普滤波引入之后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性能呢也往下降了3.37%和2.34%。这说明呢，其实传统的霍普滤波是很难适应我们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人体行为样本的这样一些个性化的变化的。此外呢，我们也对这个 Andrew Home Car 呢去做了一些可视化的分析。具体来说呢，我们模仿了一个真实的场景，给这个重力计增加了高频的噪声，给这个陀螺仪增加了低频的噪声。我们可以发现呢，当我们给重力计注入这个高频噪声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 Andrew Home Car 去掉，那么我们的性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那么反之呢，就是同样的情况呢，当我们给这个陀螺仪注入低频噪声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去掉这个 Android Home 2以后，整个的这个模型的性能是下降的明显。此外呢，我们也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设计了一个这个就是注意力机制，然后来去这个融合融合重力计和陀螺仪嘛。那其实这个注意力机制的权重呢，它主要是决定了就是这个截止频率。那么当我们给这个重力计加高频噪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注意力权重呢是向更加可靠的这个陀螺仪偏移。那么当我们给陀螺仪增加低频噪声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注意力机制向更加可靠的重力计偏移。那么可以发现呢，我们设计的整一套的这个 MU 的这样一个模块呢，其实能够根据它的噪声的记录，实现一个就是呃这个克服力波截止频率和这个注意力机制的一个权重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这个模态节点融合模块。然后当我们把这个模块直接删除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性能是下降了1.2%和0.64%。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我们不提取这个已知的这样的信息啊，我们只提取这种可知的观点呢，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性能是下降了0.65%或0.53%。此外呢，我们也同样的做了一些比率的分析。我们发现啊，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做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是以这个同质的观点认知。当我们进行一些自由行为模式的时候，我们是以提取这种 ego 的信息为主。像一般的这种行为呢，比如说它可能进入到了这个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整体关联，也需要保持各个节点的一些个性化信息。这种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同质的阈值信息是都可以去自适应的去做一个保留的。那么第三个模块呢，就是消防实验呢，是关于我们的实际选择与融合模块。我们把这个模块这个删除以后呢，也相应的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性能的下降。此外呢，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小波分解的时候，我们去在低频的这种持续的这个成分上去做一些全局观点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性能也有一个明显的下降的，因为我们这时候就是其实抛掉了我们的这种高频的成分。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做了一个可视化的分析。我们刚刚说我们可以自适应的去在这个小波分解的过程中，去根据我们的这种人体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去进行一个自适应的食品选择。那我们到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这里呢给出了几个例子。首先呢，我们左边呢给出了一个信号的它，就是两个这个不同类别的这个行为的记录的这个信号数据，它们的这种频谱，可以发现呢，这个蓝色的频谱它的整体频率会更高，红色的它的这个频率会更低。同时呢，我们这边这个右边也给出了就是这两类信号它们的一个时域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发现呢，就是我们给这个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信号这个分的这个三重分解的这样的一个自定选择的频带都是 LL，也就是说都是低频。但是我们在这个就是给这个蓝色的这样的一个时域信号，我们就给它分到了就是频带是 H。比如说我们在第一层分解的时候是选择到了高频的这个
信号。那其实右边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这里就在追溯整开。对，以上我们就完成了，就是我们对第一个工作，就是将这个物理鲜艳啊，这个尤其是一些传感器的一些特性和人体运动的一些特性引入到模型设计这个工作的全部的介绍。这是我们的一个项目链接和一个用于的链接。那么我们第二个工作呢是介绍物理线电驱动的数据生成，这对应着我们发表在 TCSS 2025的这个工作。Differential Fourier driven data application for sensor-based human activity recognition。那我们的动机是，首先我们的这个当前我们的这个无奈传感器人行为识别这个任务，它的标志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而我们的这个人群啊跨场景的差异非常的大，这导致我们设计模型就非常容易过敏和泛化性不足。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就是增强方法呢，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设计，就根据这个人体行为的这种运动和传感器的特性呢，去设计这个一些手工的这种鲜艳，然后的这个增广操作，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腹肢的扰动啊，我们依据这个人体行为它的这种每次运动的这种情况不同，做一些这个时序上的扭曲啊，包括传感器断电会导致的一些遮挡的这些问题啊，以及呢，我们还有第二种这个范式，就是运用一种纯生成式的进行这个数据增强啊。那么手工鲜艳呢，它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符合实际的这种运动规律，但是呢，缺乏这个一些有效的语义监督，这可能导致我们增加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扰动呢，就会导致这个样本的类别构整体的有一个偏移。那么生成式的这种增强方法，它虽然是能够有一个米放的这样的一个语义监督，并且呢，它由于有一些采样的机制，会这个数据多样性也会更强，但是它又缺乏了我们对这个人体性这个传感器的一些这个物理鲜艳的一些利用。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呢？就是看起来呢，这两个方法是有一些互补性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是使用手工显眼来引导这个我们的这个数据生成，从而既引入物理显眼，更能够控制这个整体的这种数据增广生成的这样一个引棒呢？那么我们接下来通过两个模块然后来完成上述目的。首先是一个可微的鲜艳增广模块。那我们这里呢，就是收集了就是一些当前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增广的这种操作值。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啊，这些操作值，它并不是对每一个数据集或者每一个类别都是有效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对它的这种时序做一些扭曲，那可能它对某一类的这个动静是有效的，但是它对另外一类是没有效的。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利用一种可微的这样的一个框架能够这个对这个数据自适应的把这些适配的这样的一些这一手的增广操作它选择出来，同时呢。这些增广操作呢，它有一些这个强度参数要设置，我们有没有可能自适应的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参数？其实我们的这个模块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现有的一些操作池给它分成了复制类和时序类两类，然后接下来我们设置了一个这个可微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来进行一个就是操作的选择和增广参数的这样的一个优化。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复制类的这样的一个池子里面去选择一些操作，我们在时序类的这样的一个池子里面去选择一些操作，把这两个操作池进行一个串联，整个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可微的鲜艳的模块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手工鲜艳这样的一个模块之后，我们如何来让这些模块来引导我们的这种生成模块？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我们就希望就是把我们刚刚生成的一些样本再输入到我们的 encoder 里面去，然后利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浅空间的样本扰动，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变分学习，或者是这种扩散的这样一个机制，然后估计每个样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高斯的分布的这个参数。比如说我们围绕这个样本啊，在它的周围学习一个以这个样本为中心，然后学习一个这种就是高斯分布的这样的一个参数，然后我们再
对应每一个样本的高参数里面进行一个采样，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这个样本的一个可控的冷冻并且呢实现整个的这个就是数据增广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化。那么总结一下，我们通过两个模块的设计呢，我们把这两个模块进行一个串联。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块呢，可以提供一些人体运动的物理先验，并且我们通过一个可微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就可以实现我们在引入这个物理先验的同时呢，保持一个有力的冷化。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可微的框架，然后我们到了优化的后期，其实它的这个相应的这种增广操作的选择和这种强度的变化就非常有限了。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引入了一个这样生成式的模块，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就是把这个离散的生成出来的，利用这些物理先验生成出来的这个样本啊，进一步的它在前中间进行一个连续化的采样从而实现一个样本的进一步的一个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在这个3种识别模型和5个公开数据上验证了我们这一套数据增广这个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首先，我们在这个 BaseLab 的这样一个模型 ConSLTM 上，我们会发现加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增广的模块以后呢，它的这种 IP 分数提升了6.41%，这个 WF-IP 分数呢提升了这个3.18%。同时那么其次呢，我们在这个 DeepSense 这个模型上呢，我们发现的 F1 分数和 WF-F1 分数分别提升了5.43和2.89。那么在Transformer 这样的一个模型上呢，我们的这个框架是提升了3.56%和1.73%。此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实验那我这里给出了3个相关实验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我这里就是介绍一些关键的结论，就是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可微的先验模块移出之后呢，就是3个模型的平均 F1 分数 WF1 分数下降了2.21%1.396.311.922.330.66以及呢，我们如果说我们不再使用这个可微的操作，而是使用那个随机增强，你会发现整个的这种实验结果，它的这种方差是明显变大的，这说明我们的这个增广操作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增广的这种强度也好都需要适配数据和模型。此外呢，我们移除了这样的一个生成模块之后呢，那么模型的这种平均的 F1 和WF 分数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么以上呢，我们就完成了对Q2工作的一个整体介绍。那么这里是我们的一个项目链接和一个论文链接。那么在介绍完这上述2个工作之后呢，我们进行一个报告的整体的一个总结。在本次报告中我们是把这个先验这个注入到了模型设计和数据生成的这个过程中。在模型设计里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传感器噪声的一些先验，以及这个就是人体运动的先验和这个人体行为就是远低于传感器采样率的这样的一个先验，然后设计了3个模块。在数据生成过程中呢，我们主要是利用了一些这种人体运动的驱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手工的增广这种操作和就是一些这个来引导我们的这个就是生成式的模块让整个数据的这种生成的过程中更加连续、更加多样，从而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稳定性和泛化性。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句话总结，RC 行为本质上是对传感器物理观测过程中的建模，而物理观测呢，就可以让模型更可解释，也让这个数据生成更可信。好，以上就是我今晚的这个全部的内容汇报这里是我的个人的一个微信和我的邮箱欢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提前指教。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那个张老师的精彩的讲座。张老师这个围绕这个物理先验引导的可穿戴传感器人体行为识别，介绍了非常这个组内吧，非常这个多篇非常高一流，然后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相信呢也对大家的这个研究有这个比较大的启发。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吧，就是看一下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可以跟张老师来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讨论。那个张老师，我先有一个问题，我想那个请教你一下。啊，好，张老师您说啊。就是我看您这边做的这个工作很多都是这种就是传感器的它这个收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嘛，因为它这个数据呢，呃，就是可能跟因为我是做那个LM 的，就是做这个文本的这样一个数据，就它这个收集出来的数据呢，可能是这种异构性啊，或者是这种呃，就是可能是比较多样吧，就是每一个数据可能它都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呢，你这边的这个工作呢，可能就是偏这个叫物理鲜艳引导，就是怎么样把这些数据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鲜艳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把它这个引入到这个模型里面来。那我现在就在想，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用这种大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因为大模型它本身也有一些这个理解能力或者推理能力，就是在你这样一个特定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的数据上，就是我不太清楚，比如说咱们有没有考虑或者说正在做一些这个这种传感器数据跟大模型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呃，对，谢谢甘老师，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个人体行为识别这个领域呢，它其实，它数据其实相对比较少，然后导致呢，而且它的这种数据其实非常异构，其实它不同的数据集，它的采样率啊，它的这种通道数量其实差异都很大，这其实阻碍了我们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基础模型。然后近些年呢，其实随着这个数据的越来越多，也有一些工作去尝试构建了这样的一些大模型，呃对，然后但是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种性能还其实比较有限。然后为什么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作呢？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只是今年才录，其实我们也是两三年前就投出去了。对，然后我们当时的考虑就是说，从几方面考虑吧，一方面是，嗯，我们很难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基础模型，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应用的时候，实际上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可穿戴的这样一个任务，其实它不太需要就是一个大模型。比如说我们部署在这个手机端，其实这个大模型就会带来一些推理的困难。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去考虑把一些物理鲜艳引入到这些比较轻量化的这样一个模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考。对，但是像张老师说的，就是把这些物理鲜艳再注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去，就是到底有没有效呢？其实我们最近也在尝试，就是就是这个和一些我们已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模型的这个基础，在这个时序基础模型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微调。然后也是发现，其实这些物理鲜艳也是有意义的，也能够提升它的这种性能。对，但是这可能更多的是从这种数据的层面去做分析，而非这个对这个模型本身的一些改动。好的，好的，因为我最近正好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就是我是一个也是一个机器人场景，机器人它会收集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有这个图像的，然后呢有一些文本的数据，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时序的这个数据，就发现这个其实可能比较理想化，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模型，对吧？然后能把它就是都能够理解，然后都能这个在上面做这个推理。但现在好像目前的这个这种全模态吧，或者说叫这种统一的这种模态的这种技术模型，可能现在能力还不太够吧。我们现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了多个专用的模型，就类似于那种呃就像您这种，就是在不同的这种类型的数据上，然后去做一些这种专用的模型，然后呢用这种多模型协同的这种方式去进行这个理解。对，对，对，甘老师您说的这个呢，其实我现在也把这个方向转到了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以前这些工作主要是面向一些人机交互的一些应用，然后我现在呢
也把这个方向转到了一些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哦的上面来。，OK，对，然后那么类似的呢，就会遇到您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人机的一些数据其实也是非常杂的。那我们最近探索的一些工作就是利用这个 agent，然后来整体的这种调度，和这个就和统筹我们的这些专用模型，尤其是一些专用小模型。其实因为它无人机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需要快速的做决策同时呢计算资源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方向，所以我们是正在探索使用 agent 来调用一些就是专用的一些小模型，然后来完成一些复杂任务，尤其这些组合任务，对，然后来提升整个任务的成功率。对，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尝试的一些方向。对，但是这里这一次我主要是介绍我的一些一做的论文，就没有再展开。对，张好的，老师，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嗯。啊，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同学或者老师啊，还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啊，就是可以，呃，就是发在咱们这个直播的这个聊天室吧，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进一步这个讨论。对，这个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因为我确实这个方向，其实在这个 CSIG 这个图形学，然后图像的这个人肯定是比较小众。然后对，那个我的这个整体的研究思路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古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古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的思路。然后但是我也发现，就是最近就是大模型出来之后，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科研的范式会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 PPT 其实就是和这个大模型交互的去完成的，整体的这个看起来也比较简陋啊。我本来想着说就是要好好的再去美化优化一下，但是仔细的思考了以后，就是这个就决定还是就用这个版本儿。因为主要是也是想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去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如何就是更好的能够利用这个大模型来帮助我们这种科研。对，你像我们以前读博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自己去 coding，自己去想 idea。对，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大模型都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些事。对，然后我自己体会下来呢。就是因为我现在也还在就是在一线去产出一些论文，我自己体会下来呢，就是大模型确实能够就是帮助我们提升效率。但是就是如何去因为大模型也会产生非常多的这种垃圾信息，就是需要我们去做的就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垃圾信息里面去做一些这种比如说 idea 的筛选，然后或者说是就是从这些海量的信息里面去启发我们想一些新的一些 idea，然后从而来大幅的这种提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研效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科研的，就是无论是出成果还是做项目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都会大大的增加，就大大的提升。对，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我就是希望就是跟大家讨论的这样的一个点吧。对。好的，好的，张老师，就是这个，大模型确实是现在已经融入到咱们这个科研的这个各个方面了啊，各个层面。对，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吧，就可以就是发在咱们这个腾讯会议的这个聊天的这样里面，然后可以由这个张老师来进行这个解答。啊，我看到有有同学举手了，那我这个给您这个解除静音，你可以来这个提问。等一下
哎，可以，能听见。您请说，您请说。哦，好的，那谢谢这位老师。呃，其实我目前还没有，我们组也目前没有对这些工作做商业化落地的一些计划。对，但是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和公司里的一些合作。呃，对，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跟那个游戏公司，就像您说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跟游戏公司去做一些那个就是交互类的游戏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其实这样的一些应用呢，其实我们已经给它集成到了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套装里面去。比如说，它会简单的在这个就是手臂上啊，或者是就是脚踝上，就是建几个环儿，然后但就可以就是结合一些那种就是室内的这种跑步机，就是在游戏里边进行一些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些可交互的这样的一些那种体验。嗯，然后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我们其实已经和一家游戏公司已经完成了一个落地，现在他们也出了一些手机游戏，就手游和一些那种比较大型的那种需要戴 VR 眼镜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然后呃已经把它就是用到了一些产品里面去。当然，我们这里边可能还要就是用的可能也不见得是我们论文里的这一些那他的这种任务就需要一方面是更加的这种个性化的适配这个玩家，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会做了一些这个就是 TDA 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通过几个少量的样本，就可以对我们整个模型的这种参数进行微调。此外呢，就是为了在这种观测的手表或者是手机上运行，还做了一些就是进行的量化的这些工作。对，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应用的点。此外，我们也和这个广东中医药大学，然后有一些合作，去考虑对一些这种老人，然后他们的这种就是康复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这种分析，我们去分析就是呃老人的这种恢复的这种进展啊，或者是日常监测他们的这种就是行为，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跟那个广东中医药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这边会有一些合作，就是去讨论在一些这种就是关节啊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恢复的这个过程中，会放一些这种可能的传感器，然后记录它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种信号，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就是分类，去看它到底是几级损伤啊，或者说是它这个过程中它恢复的进展怎么样啊，然后这样也是有一些应用。对，但是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应用，我们其实还没有去做。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呃呃，那个就刚刚这位老师，我好像在聊天框里面没有看到您的消息，然后呃，就是那我就从那个就是养老和这个您说的那个核电站人员的那种行为监控上来，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思考吧。其实就是，我老人的这种跌倒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这种长尾问题。嗯，这个其实就涉及到我们去收集可传感设备的这样一些数据的困难性。其实这个现在虽然说我们这种可穿戴设备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这种人体，这个人类的这种生活的生产生活中已经非常的广泛了。对，但是事实上我们高校里边获取数据还是挺困难的。对，然后这种嗯。对，然后就是大部分的，就是应用呢，其实都掌握在大厂里边，他们会收集到一些这个就是海量的这种数据，对，但是事实上呢，就是在这块儿的这种应用上，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然后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的跌倒检测，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典型的应用，老人跌倒之后，其实就会就是我们最好是这种非常快速的就能够检测到这种行为，并且报警。对，但是事实上这类数据是很难收集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长尾的问题。对，然后我们最近也在思考，就是怎么去针对这样的一个长尾问题，去从这个就是从这种就是数据分布的这种角度，然后做一些这种数据生成，然后来去克服这样的一类问题。以及呢，就是特定场景的这样的，比如说核电站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危险行为的这种监测。对，其实我感觉这类的场景，因为它是室内，然后可能更适合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更适合就是一些这种，就是因为它是个固定的这种场景，可能更适合一些这种就是就是这种视觉的这样的一些监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对，然后另外就是俄乌战争啊，就是这块儿的，就是其实我们也跟军方有一些合作，因为我本人就是从国防大毕业的嘛，然后这个我们主要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单兵去操控一些这种无人机，然后我们在一些特种作战的场景，不能够通过这种说话交流，那我们就通过手势，我们手势的去做交流。那我们就会设计一些战术手势，然后控制这种无人机或者是机手去做侦察、去做打击，然后尤其是一些这种巷战场景，对，然后这也是一些应用。对，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有位同学提到，就是大模型 如何提出有创意的课题。呃，我个人的经验呢，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纯交给这个大模型，可能比较困难。对，但是呢，呃，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模型去帮助我们梳理这个文献。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可能读文献就非常的费劲。然后我自己一天，我读博的时候，一天可能也就，要是精读的话，可能也是读个两三篇、三四篇论文。对，但是现在大模型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大模型快速的去帮我们对方法进行分类，然后并且呢，就是把我们的各个的方法的技术路线梳理好。那从这种技术路线里面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我们最认同的这种技术路线，对，然后并且驱动大模型帮我们想一些 idea。当然，大模型现在想的基本都是 A 加 B 加 C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些 idea。但是呢，从这些 idea 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当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是我们可以获得的。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科研更多的是要发现问题。那么发现了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些问题提示给大模型，看看它的这种想法，并且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对，然后其实要有自己的 taste，然后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我们更多的可能里面其实就是整个的是帮助我们把这个思考，就是就是思考就是进行的更加深入吧。就是要是纯代替我目前我觉得还
我自己还没有做到，然后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同学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对，好的，感谢那个张老师这个耐心的这个解答啊，我看一下还有没有这个同学或者老师们有这个问题的，可以再跟张老师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交流。行，我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就是马上也快这个8点了，正好也过了这个1个小时啊，我们就是也要不今天的这个 CSIG 的这个活动呢，就今天就到这里这个为止，然后我们再次这个感谢那个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讲座以及这个耐心的这个解答，然后后续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也可以再跟这个张老师去进行这个交流，对，因为张老师这个联系方式啊也这个放在了这个 PPT 的这个最后面啊，就是大家可以进一步跟张老师这个沟通，进一步这个交流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CSIG 的这个云讲堂的活动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加，我们下次再见，大家再见，拜拜。再见，感谢张老师，感谢各位同学，再好，拜见。拜，拜拜，拜拜。